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夏天又到了，安踏的耀风系列又来到了新的一年。可能因为风这一个字不是特别符合现在的审核要求，所以今年耀风联赛的名字也改为了 Shock 4， 并且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鞋款，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一双安踏的锋芒一代。这一双鞋的外观想必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前半段 GT Cut， 后半段莫兰特，它就因为这一个缝合的外观而被大众所知晓。那大家一定会比较好奇，它的实战体验跟那两双鞋会不会有什么相似之处？在我这一段时间的体验下来啊，我会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 GT Cut One 的味道，但是并不多。在配置方面，全掌氮气鞋面由两部分组成，前半段由 TPU 丝编织而成，后半部分则是用了比较传统的这种工程网布，配置普普通通。不过对于一双刚上市就降到3开的篮球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在重量方面，单支 42.5 码，在380克左右，还算是比较轻质的，并且整体的重量分布也比较均匀，穿在脚上的实际体感重量十分轻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至于尺码的选择，还是按照大家正常的尺码去进行选择就行。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 42.5 还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适当参考一下。而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它可以提供给我们非常舒适的包裹体验。安踏现阶段的鞋楦调教是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所有的国产品牌当中比较舒适的一个，宽度适中，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基本上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在安踏的绝大多数鞋款上面得到比较不错的包裹体验。当然，这双锋芒也不例外，它的静态包裹非常舒适，但是鞋头上方的这个鞋面压得不够低，脚趾部位的多余空间略微会有点偏多。窄脚的兄弟在穿这一双鞋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急停动作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出现脚在鞋内位移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不过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于实战也并不会产生什么影响。除了这一点之外，它在包裹方面没有任何别的槽点，舒适贴合，后跟的锁定做得也非常出色。当然，鞋面的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虽然前掌的鞋面材料略微有一点点偏软，但是前掌外侧大面积的 TPU 侧墙很好的对于前掌的强度进行了补强。至于后半段的鞋面强度完全没有问题，硬度足够，后跟的港宝硬度也非常高，再加上它侧面这一条加厚的补强设计，这些都可以很好的提升后半段的鞋面强度，前后两段的支撑力度都没有任何问题。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非常的安心。但是有一点大家必须要了解到，虽然它前掌的鞋面密度非常低，透气性非常棒，但是它后半段的鞋面几乎不具备什么透气的能力，而且后半段的填充也比较厚实，鞋舌也并不算薄，所以它的后半段并不是特别透气。这一点跟之前的丁威迪 2SE 非常的相似，看着好像特别的透气但是在夏天穿还是挺热的。而它的中底是跟 GT Cut One 有几分相似的唯一一个地方，中底的强度非常高，足以应对高强度的比赛。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球鞋的整体姿态能够保持得很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而且前掌的刚性适中，在变向的时候不会有明显的阻滞感，同时这也让它没有了任何的穿着门槛，所有人都可以轻松的去驾驭它。而它跟 GT Cut 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中底的脚感，它的脚感确实非常棒，非常的软弹，较薄的鞋垫以及低密度的中底部都能够让你更加直接的接触到它中底的氮气。而且因为它这一块氮气四周全都用了硬度更高的 EVA 材质进行了包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它的形变，让它能够在软弹的同时做到不拖沓，这一点非常棒。像我这样比较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的球员，在穿它突破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中底的泄力，脚底下的感觉还是非常直接的，突破档可以放心选择。至于场地感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普通了，这就是正常团队鞋款的一个厚度，并不是特别的贴地，想要保底快靴的兄弟们这双鞋就不用考虑了，好吧？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也非常合适，上脚之后不会有什么前低后高或者前高后低的感觉，并且中底的过渡做的也非常的丝滑，不管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而它在中底外侧做出的这一个内收，让它有了一定的穿着门槛。如果你的脚踝力量比较出色，它可以提供给你更好的后跟过渡，在做一些后跟制动、蓄力起跳或者是一些切入动作的时候，它这一个区域会更加容易出现形变，后跟的过渡
度也就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顺畅。但是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好，那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安全隐患。由于外侧这一块内收的区域啊做的有点过于长了，导致它的中底内外侧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平衡，能明显感觉到它的外侧会更软一些，更加容易出现形变。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脚踝力量比较薄弱的兄弟们来说，它会更加让你崴脚。这一点不管是谁啊，在购买之前就一定要考虑清楚，好吧？而它的大底，我不知道它用的到底是不是水泥克星，我们这里也已经下了半个多月的雨了，根本没有机会出去打外场。反正它的纹路深度啊还是挺深的，粗度也还不错，橡胶的硬度也能达到70以上。在我这一段时间的室内穿着下来，肉眼啊几乎看不出它有什么磨损。耐磨表现，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不在话下。水泥地我估计啊问题也不会特别大。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处，纹路几乎全都是针对侧向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往前大力启动这一类动作的时候，会有一定几率出现打滑的现象。因为我穿这一双鞋确实碰到过几次，确实啊还是有一点吓人的。脚底下突然失去抓地力的这一种情况，我相信遇到过的兄弟一定都知道有多可怕，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导致伤病。锋芒一代的整体表现非常均衡，在我这几天穿着下来啊，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李宁的预帅，均衡全面，每一个位置的球员都可以去选择它。但是它在有一些小细节上面，我觉得还需要再去打磨。那比如说像外侧的这一个内收，其实它可以把范围啊做得稍微小一些，这样它的稳定性一定会有大幅度的提升。还有就是大底的纹路，它可以把这一圈散射开来的人字纹啊做得更加的夸张一些，就跟它中间这个区域上面的纹路一样，我觉得就挺好的。如果能改成这样的纹路，绝对能够保证大多数方向的抓地，对吧？当然，作为一双300价位段的篮球鞋，我觉得它的表现啊已经足够优秀了，绝对有跟预帅去掰手腕的实力。它有着出色的脚感，广泛的脚型适配，优秀的鞋脚一体性、缓震啊、反应性啊、包裹啊、舒适度啊等等各方面，它的表现也都非常棒。而且上市不久啊，已经到了现在这一个价位段，后期一定还有降价的空间。如果能到300以内，那真的是香爆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